胯部打开，来，先走后弧，再转螺旋，再走后弧，再走螺旋。好，大螺旋，小螺旋收步，停，转，斩手，大，好，来。斩手的过程当中呢，它跟我们刚才咱学的右蹬一跟其实一样。你看到这儿，踢完之后，把腰带，斩手转身啊，斩手转身，腰去产生螺旋。然后这个斩手跟我们学的第一个斩手的含义不太一样。你看第一个斩手蹬完以后，大，它是一个团身下击裆后扫眼睛。第二个斩手，它有点像摔法。来，波波老师，来直接举一下。摔法是干啥的呢？就是它一旦有了腰的螺旋以后，它的这个动作啊，中国教里面有个动作叫做勾篮啊，勾篮怎么来？斩手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右脚一抬，蹦，搂住，知道了吧？这就是不磕膝盖吧？今天没事啊啊，一斩手，棒就下去了。所以对。啊，对，一劈一斩，就出去了。所以还是在突出什么？老师教的是螺旋转身，斩手发力。74式。然后左手它有一种上托棚的感觉，右手有下劈掌的感觉，其实都是劈托。它在演法当中都是斩手发力，但在练法当中，一个是有了螺旋的斩手，一个是更倾向于手上的力，知道吧？心里清楚就行了。但是打的时候，其实俩动作没啥区别。啊，没啥区别，知道吧？来，十字脚斩手过来啊！下一个动作，其实为啥说第6段不难？因为它所有的动作基本上都跟我们学过的没啥太多两样。第6段有啥呢？就是东西教的差不多了，给你变点东西吧。左移重心，大螺旋，转腰，小螺旋。好，大螺旋，小螺旋，续到这儿之后，还是眼手拱拳的姿势和发力。只不过他把这个拳头叫指裆锤往斜下方45度去打，发力啊，好，来到难点了啊！指裆锤过白圆，他这个指裆锤名字就叫指裆锤啊，不是它的功能含义就跟它的名字一样，打裆，没别的意思了，知道吧？好，开到难了，白圆线过，看看这里的大小螺旋啊！来，第一步，大螺旋，重心右移，欲右先左。身体你看肩跟拳头会呈这样的形式，好，圈怎么领出来的？逢转必沉。2，右拳的圈是不是自己就出来了？所以它不需要我们去拧胳膊拧手。欲右先左走大螺旋，转腰下沉走小螺旋，右手的弧线来从这个方向看我啊，进肩合胯。所以右手是不是一下就出来圆圈了？咱们现在有点习惯，就好拧它。你把手腕拧得越僵，你的砸拳下沉的力越出不来，知道吧？所以1、2，对，这个力偏向于翻砸的这个点啊，这个点。为啥呢？因为左手看啊，贴在这儿。好，1，看左手，2。对，2还是谁在带？小螺旋，腰在带手，全力翻好。3放松下沉，拧个圈儿，好，回正，看到了吧？啊，再来看啊，再把动作弄一遍。好，腰先移重心，贴住，转腰，放松，回。对，好多人不是教这个缠腕缠了可麻烦，不麻烦，其实就1贴住，2沉住。3回正，对，来雅贴一下，哎 ，OK 了，学会了，很好啊。所以还是跟着转腰啊，走1移重心，2转腰，看到没？两个手同时形成相合了。对，3放松下落。有的老师不是还会教一个第二个点啊，重心到这儿以后，他会说两个手同时往里相合。为什么会相合？因为你在转腰啊，你看移重心，这不到这儿了，一转腰，右肩往后，左肩往前，那不就送着左手往里合，右肩右手往回领，那不就合劲儿就出来了吗？所以不要刻意的去，会成啥？
哎，很多这样的情况啊，弓背弓肩去用肩膀上的劲儿合，你合翻了，人家是拿腰上对，靠小轮大稍节一领，咚下沉摆脚，人是靠这个的。所以说把小螺旋带动身体的运转走到极致，你的香合呀、外蓬啊，它都是会有的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你再看老师的侧面啊，背后。好，那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运转，你看一走大螺旋，2走小螺旋。好，为什么两手会往下？因为这点正好接上坐胯摆脚，是不是连到一块了？好，上步虚脚点地，走冲，2个冲拳动作。第一种，左手放腰间不动；第二种，两手都送出去，白猿仙果啊，白猿仙果。来，再看啊，走。青龙出水啊，不是指裆锤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啊，这是不动的，这是动的啊，都可以，因为这2个动作的劲力和用法不一样。不动的手是为了左手擒拿，右手顶裆冲拳冲下巴，左手动的是提膝送，对，把人送出去。啊，怎么送？一会儿给波波老师演示啊。来，青龙出水，啊，不是指裆锤。走，先走后弧，再走螺旋。好，接上坐胯摆脚，2拳翻正，收步。好，冲打，送手啊，都可以啊。这是2个动作啊，可不敢把它练到这儿以后，我看我总老师教的时候还有这，你再加上个这种，那就真多了啊。自己选一样，喜欢就行啊。然后这个手呢送出去，2个手在哪？右拳、左拳分别是1个小臂的距离啊。左手压在这个右手小臂内侧，在这儿就行，就这么讲啊。然后你要不送的话，就在腰胯间。来，走，指裆锤变白猿仙果。好，1、2、3，好4。好，来注意啊，白猿仙果开始往下走。下一个动作不叫六风四臂，还叫白猿仙果啊。开步合手落脚，哎，不对，嘿嘿，不对啊，来走，落脚的同时双手合到位，没有左转腰，根部推掌，推平，对。你可以看全谱，白猿仙果后面没有六风四臂。哦，对，是吧？白猿仙果后边直接是单边，快看看。练了这么多年拳，白猿仙果后边是啥都不知道，所以为啥让你们背全谱？所以从这儿到这儿都叫白猿仙果，知道了吧？哦，来，等着啊，指裆锤。回去背全谱，来走，先走后弧，再走螺旋，好，坐胯摆脚上，冲拳上来了吧？好，注意看啊，落脚合手，直接蓄好劲儿，蹬腿，根部推掌，推平掌，不要下按了，推平掌，啊，它是一个连续的、不断的向右侧逼近的动作啊。来，再来啊，指裆锤变白猿仙果，走，先走后弧。再走小螺旋，坐胯摆脚小螺旋上步，领膝冲拳，落脚合手，根部推掌。对，白猿仙果。来，波波老师，这个白猿仙果是干啥的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你的动作和手揉的过程里面，它要接近一个翻砸啊。怎么翻？有俩人缠抱架了，有2种方法啊。第一种，手隔到身后。好，沉肩坠肘转腰，力量在这个位置，看到了没有？白猿仙果的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劲儿，第二个劲儿是属于啥吧？砸手肘，你的身体在这个位置，好，两人还缠抱腰了，手一让，蹬，沉肩坠肘往下砸，砸完之后，绷，不要松手，紧接着就上去了，知道吧？紧接着我就转上去了。来，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两人在持抱，他抓住我了，好，缠绕擒拿。让他松开，就1，来抓住1、2，看到了吧？1缠一下，对，1大下来，蹦，2上去了，就冲拳去了。所以说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的话，就是我们说了，
有些老师喜欢以年缠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运转，年缠。好，这边抓着咱了，咱一翻一手，咱变成反擒拿。好，到这儿一送一上。如果说左手在腰间，顶肋冲拳。如果说我是属于那种喜欢往前送的人了，那就是我的下沉是为了干啥？是为了往前往后送。那送出去的第二个反应是，送出来第二个反应，人会往后退，一撤手。再去逼近往前去走，直到把它推倒为止。所以这就是白云线好 ，OK， 这是白云线果所有的进攻含义。你要不断的往前去逼近它，你都把人的根儿挑起来，那一推，他站到这儿了，往后退2步，你就跟着往前送呗，再去推，对，借他的那个往后退的力，我再退之则越，就是进之则越促，退之则越长。啥意思？我进你身体上，我越进越快，打你的时候我手速越打越快，我退的时候越退越远，我进的时候也会越进越远，就不断的把这个力延长。比如说我给了一个你向后力，你已经跟着这个力往后走了，好，那我就再给你加上一点，就不断再往上加，不断再往，直到加到你重心不稳躺到地上为止。所以就是这个概念，知道吧？就是以前先辈们说的，其实就跟现在打架是一样的，趁你病要你命，知道啥意思了吧？啊。所以说严守拱拳啊，不是，对，趁你病要你命就那个感觉啊。指当锤，好，先走后弧，再走螺旋，好，坐胯摆脚，走上，送人，好，趁你病要你命，就这个感觉，哎，这就是白猿献果的全部动作，来自己试一下，指当锤，好，走白猿献果，来后弧螺旋，好，坐胯摆脚。送上去啊！送上去之后呢，注意看啊，送上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啊，落脚合手。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记住一个点，有好多同学在第一次试这个动作的时候不习惯。老师为啥我老是脚一落地，我手还没合上？2个原因，第一个步子太近了，你看你脚往这儿落的时间，跟你脚往这儿落的时间。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六风四臂，既要是不是那个小六，就是在白猿献果后边那个小六风四臂吧，咱们这么说吧，它既要有距离，又要有劲力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你下沉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想法是，我要先把劲儿合到我的左腿上，合得更多，你会发现脚跟手同时落，试试啊，把你的意念放在左腿，走，沉左腿。你会发现右脚和左手就会同时合了，整整，那都是法儿，没有学不会的，没有咱教不会的，没有咱教不出来的法儿。来，开始，指当锤，变白猿献果，先走后弧，再走螺旋下沉，好，坐胯摆脚，好，冲上，哎，好，哎，空住啊，注意，尽力放左腿下，不行，没放上，还是有点着急往前进了。啊，对，看不，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。冲拳以后，你把你的意念放在这儿，你怎么着都能让右手右脚相合，知道了吧？咱们现在还是有点着急干啥了？开步，你老想往前开步，所以脚落地了。对，着急，别着急，你往这儿落，合住你的劲儿。你想去推掌就在蓄劲儿，我已经有一个发力了，发。对，开，合，再开，对，哎，发，续，发，对，所以很着急，一着急力就会断，这就转折不过去，然后你会发现手脚跟不上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来，再来一次啊，指当锤，好，先走后弧，再走螺旋，好，坐胯摆脚，来冲拳向上起，好，来先沉，哦。这是忘了，这把手忘了，来跟推，啊，慢慢磨合吧，好不好？然后把单边走出来，走单边，继续，继续，好，单边，啊，再教一个缺地龙，咱们就可以先休息一会儿了。提膝，来开步下沉，对，这个单边啊，步子一定要稍微大一点，因为你缺地龙不好下。对，好，然后大一点，左移重心，左转腰，好，右移重心，螺旋穿掌。好，翻掌移重心，摆掌打开，扣右脚，回正下沉，定式相合。好，合住。好，缺地龙啊，注意看这个，两手
左手画上弧，右手画下弧，双手在中线握拳，合住之后，注意看，重心右移，不往右转腰了，上下拉开，直接下沉。好，摆左脚脚尖，合左腿蹬右腿上，跟起跌叉的感觉是一样的。对，上步齐心。然后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咱们都不需要刻意带大家做很多遍，因为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已经到极致了。啥叫极致了？啊，跌叉是把人从上面引过去，缺地龙，地龙是啥？蚯蚓，它就纯粹是想把你扛起来，特别纯粹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很往右去转腰了，你只需要往上转腰，剩下的干啥？这是土，这是根儿，咱们是蚯蚓钻进去，钻到哪里？注意看到重心了没有？你钻到这儿之后，小腿立木，顶千斤。明白了吧？对，所以我们缺地龙的身法就是一个螺旋下，我们的目标在这儿还没有开始进呢，上面还是在引。好，进到这儿了，攻防含义出来了，当，人就起来了，知道了吧？所以你想扛人的时候，你比如说他了，你那个胖胖的张他过来，我扛他也是可轻的，为啥？因为你的结构力在这儿放的。然后下一步的动作，为什么说缺地龙要往前上？因为他要把你的身子当成类似于一个滚轮的东西，到这儿扛住，看肩膀顶对方的腰胯，顶合住，好，起来之后，剩下的干啥？就是收步，然后翻砸，对，就是让他头往这个方向了。对，我们的手为什么会有一个上托的动作？刚才我扛波波老师的时候，是我手没有动，我是卡住他会摔，所以直接把它抽起来了。但缺地龙的动作是啥？对，他在往上掀，发现了没有？在往上掀，所以他的目标是为了让人从你的背上以头朝倒栽宗的情况下就对，对，这种动作就是给看看就行了，大家自己不要玩啊。所以来从这个位置，两手一打开，不需要刻意的往上去领，手往后沉，好，摆脚进，好，到这儿注意左手勾拳，所以这都不能丢了，勾拳，收步，哎，对。所以这些动作你会发现，越学它越贯通。对，越学就是太极拳都说老师很难，前5个动作你学会往后越来越简单，母式只要学会都可以了。来，单边啊，对，缺地龙走几个？走龙。好，一合。在直播间里直播那个前5个动作。开，落，好，摆脚进。是的，后脚意思。上。哎，虚脚也能点着地了，是吧？然后注意就这一个点，右拳跟左拳要学会有画弧之意，有这个圆可不是左手拿上去再拿下来，正好拿到位，右手一冲，两手护在哪？胸前来，再来一次走单边，好，来缺地龙。下，静白姐都开始吃饭了。摆脚上，这么早？给我留双筷子。好，合住。好，自己来一下试一试，然后休息一下啊。觉得老师讲的好的，给老师点点关注。单边好，双手画圆，重心右移，赞点起来。好，上下。现在才18000。哎，有点小问题啊，来上啊。就你为啥爱弯腰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下来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，缺地龙它是这么坐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老是这样，不能这样。这样的原因，首先第一点是你的胯根儿这个位置和屁股没劲儿，屁股胯根儿没劲儿，因为到这儿的时候，你脸臀敛一下试试，把屁股往里夹，你就正了。夹住你的屁股，你坐下来就正了。然后摆脚上，屁股用力，夹屁股开腿下沉。如果你的屁股完全被拉长了，你会发现屁股越松，腰也往前弯。然后为什么不能弯腰？来呀，宝贝儿那我给你打招呼呢为什么不能弯？你像康波波老师，如果从这个角度如果我到这儿，我下来之后，我是这样，不压我一下，知道了，我一下就趴到地上了。所以说，一定要把下盘撑正。你立木顶千斤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立木的，你要
这样立木，是不是力都在这个位置？一压你就下来了，所以上身尽量保持臀部夹紧，然后保持上身直立啊，起，知道了吧？屁股、脸臀，这个时候真的要你脸臀了，因为我打拳的时候，你们都摸我屁股蛋的时候是软软的，只是这个动作的这个过程我是软软的。太极拳是脸泛在不断的去切换。感谢舒怀。啊，然后好多人说说什么时候要脸臀？当你下势的时候就一定要脸臀。当你什么？当你松沉圆裆的时候就一定要泛臀。你可以感觉一下，如果你下势屁股特别放松，你蹲到头，你会这样撅，但是你稍微一绷紧脸臀，就正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身体就正了。我坐地桩坐不下去。对啊，单边也是大体螺旋。啊，懂了吧？所以屁股一定要下势的时候稍微绷一绷，让你的这个脸臀连住，尤其是曲地龙和跌叉。好，再来3次，休息啊。单边变曲地龙。好，来身体转腰，两手相合，重心右移。好，下势脸臀，哎，你会发现身体正多了，劲儿也有了，合，是吧？就差那一点点的力，身体就不一样啊。来，再走。对，老师讲的是干货满满。走转，谢梦点的赞呢。好，后弧。下，绷你屁股夹紧，走上，哎，这弯腰就少多了。然后姐你没事就多练练靠前挺蹲，屁股多绷紧啊！来走，再来一次。好，走合，好下，对，上，好像没啥劲儿了。来走，来姐你来啊，来去这种，给大家再说一点啊。在曲地龙的过程当中，下颌，你看这个膝关节还是会有一点点内扣，为什么啊？再绷紧一点，它就不扣了，绷住。好，来，你摸我的吧，你摸我的吧。啊，现在这是右腿啊，到这个位置，现在你是不是绷紧了？是，但是绷的不够。松的。对。这个。哦，对。看到吗？这样再走，你就完全不会歪了，知道吧？屁股那个环跳穴，啪2个坑，像个能养个金鱼。来，然后能养个金鱼，确实能养个金鱼。这有个坑啊，环跳穴。确实能养个鱼。这个坑，你再下去，你再上去，知道吧？这个小坑一下哗收里面，证明你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一下子收住了，你的2个胯根打开了，然后你的上身就立起来。起了，点了1000个赞呢。那咱们现在可能那个小坑，我刚才一摸那个坑就这么深，我的坑没有这么深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对，哎，是不是摸摸啊？所以坑越深，安然点的赞呢，蹲越好。对，摸摸，坑都摸不着。好，因为我怎么圆圆的没有坑？好，坐休息一会儿，要练低身法的动作，中间要多休息一下，多休息一下。穿地龙、雀地龙。